我当着全球揭穿基金会的恶行，吴老星竞选开始。你想借着这个机会让三金上位？商立这个吴老新有名无实，上位前后做的荒唐事太多了。之前三金没有什么功绩，我不好向上峰提申请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光凭麻大国这件事的功绩，说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没错，等明天咱们一起向上峰提交申请。这一次有如此功绩在身，我看谁还能拦得住？商立几人早已是面如死灰，这一次怕是没人能挡得住龙王飞升了。没错，疯子和小鸡这两个老东西一定会借这件事抬三金一手，到时候天王星的名头怕是要保不住了。不可能吧？我承认三金这次有点功绩，但也不至于直接晋升到吴老星吧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告诉我，往前数100年，往后数100年，除了屈指可数的那几位先辈，有几个人的功绩比三金强的？他这次做的可是功在千秋的大事，更何况你这个天王星只不过是继承过来的虚名，名不副实。不行，一定要阻止三金上位！各位，你们一定要帮我，不然的话，三金上位对各位谁都没有好处。每次都是我们帮你，你自己倒是也争点气，拿出点功绩来。你告诉我，整个大夏有几个人能拿出三金这么高的功绩的？这能怪我太弱吗？你放心吧，我跟老鹰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三金上位的。毕竟他年龄太小，又是商人出身，有我们劝阻，上峰肯定不会轻易就答应。我呢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想必全世界99.99%的人根本不清楚我跟麻大国为什么起冲突吧？实际上，我们之间一点恩怨都没有。麻大国也好，马努斯家族也罢，都只是一个罪恶组织的棋子而已。三金，你想做什么？疯了！三金真是疯了！难道三金想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把基金会给曝光了吗？三金，你当真要做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吗？世界上有一个名为基金会的组织，它是由全世界最有财富、最有权势的12个人组建而成的，旗下哪怕是预备成员，身家也必须过千亿，亦或者是某个国家厮守以上的大佬。想想看，这样一群人集结在一起，能在世界上掀起什么风浪？而他的最终目标也非常邪恶，那就是不计一切代价的吸收全世界90%以上的财富和资源，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。以我对基金会的了解，真要是让他在几百年后实现了这个目标，那地球上的贫富差距将达到可怕的地步。我毫不怀疑，那种情况下，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洋都将是基金会的客厅和庭院，甚至可能大气层都将是他们的私人财产。只要基金会达到了目标，我们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交钱，喝一口没有无污染的水，看一眼蓝蓝的天空，晒一次太阳都可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。全世界的观众们全都瞠目结舌。基金会，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存在吗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肯定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他拼了。我咋觉得这事说的太玄乎了，跟科幻小说似的。就是啊，吹牛谁不会？我上我也行。我知道大家可能不信，没关系，我手里有基金会存在的证据。开始吧，第三主神。我是基金会的第三主神。基金会的真正目的是要做中产者。什么叫中产者？你现在可能觉得世界贫富差距太大了，有的人富可敌国，有的人饭都吃不上。顶级的那5%的人掌控了世界上80%的财富，但在基金会的中产者概念中，他将拥有世界的一切，包括所有的财富、资源和人口。那个时候，基金会那不到几百个人，却能掌控全世界2000%的财富。为什么是2000%的财富？因为剩下的人只有负债，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资产，连他们自己本身也只是中产者的资产。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孩子的孩子，子子孙孙只要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将直接进入负债状态。这就是基金会的最终极目标和形态。在白龙王出现之前，这个中产者计划正在稳步进行，大概100年内就能初步实现，500年内彻底完成。我知道大家都不信，所以我让马努斯家族的人整理了大量的证据，还有基金会名下的产业，我都将在网上放出来。一时间，全球数十亿人同时接到了三金列出的证据。我的天，原来火国破产就是基金会搞的鬼啊！数次粮食大战都是基金会在幕后操作，怪不得麻大国死活要抓公子越，原来是因为基金会在三金这吃过瘪。罗斯希尔德家族拥有25万以巴国币的资产，我的妈呀，这何止是富可敌国啊，这简直就是富可敌世界啊！几天后，三金一行回国，受到了大夏最高级别的待遇。吴老星全员到齐，无数帝都百姓燃放了一夜的烟花，庆贺龙王回归。隔天，三金受邀来到吴老星的办公地点。小金，你来了啊！疯子别寒暄了，这里是办公地点，要寒暄等下班了回你自己家。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这次把你叫过来，是为了吴老星竞选的事宜。之前我提交的申请，上峰本来是已经同意了的，但是某些同志觉得不太妥当，认为你太年轻，而且犯过错误，不能担此大任。经过我和小鸡的据理力争，上峰终于给出了具体的意见。上峰是想让你跟天王星进行一次合理的竞争，谁的能力强，谁上
上位。我没意见，竞争上岗挺好的，公平公正嘛，这样以后也能以免落了别人的口舌。三金，你先不要得意的太早，听听看这次的竞争内容再说吧。首先提醒你，这次的竞争内容跟金融无关哟。三金，这次的竞争内容的确跟金融没啥关系，甚至跟你最擅长的领域统统无关。你先有个心理准备。没关系的，风老你说吧。这次的竞争内容与我国的工业发展相关，因为太长时间没进行过工业大摸底了，故此你们两个需要各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业摸底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谁能摸底到的民企对国家的作用和贡献最大，就算谁的能力强。三金，你要是觉得不太公平的话，我们可以向上面再反映反映。这完全就是不公平，商家老早以前干的就是这块工作，三金甚至没接触过，更是连摸底的概念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拿自己的优势去跟别人的劣势比，还谈个屁的公平啊！小鸡啊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竞争吴老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造福大夏吗？工业大摸底是最能造福大夏的一项活动，采用它当竞争内容合情合理吗？上峰既然选这个当竞争内容，自然是有他老人家的考量。如果三金觉得自己搞不定，做不来，那只能说明他不适合当吴老星。谢老，我承认我们商家以前干过这方面的工作，这不就恰恰说明我担任吴老星有优势吗？一旁的三金差点笑出声来。没想到这三个大聪明居然想出了这个点子，这不是纯纯给自己送福利来了吗？我觉得三位说的很对，工业大摸底事关国家利益，的确是最合适考验吴老星的内容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装模作样。既然三金也同意了，那你们二人从明天开始，同时开始为期3个月的工业大摸底，谁找到的对国家贡献大的民企多，谁就上位当这个吴老星。事情敲定之后，三金回府把竞争吴老星的事告诉了公子苑。我明白了，老公，你本就没想上位当这个吴老星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是真的想当吴老星。竞争内容对我越不利，那么我赢了之后，就越是能让居心叵测之人闭嘴。可是你咋赢啊？你知道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吗？你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，该联系谁吗？是个男人都比商力那个太监厉害好罚。放心吧，山人自有妙计。上一世40年没拿下的科研项目，让一个卖鱼竿的工厂给突破了。航母阻拦所那么夸张的大型工程，居然被一个造钢丝的提前完成了。现在我只需要提前把这些企业全部找出来，交给国家就行了。最新一次阻拦索实验又失败了，我们手里购买的阻拦索所剩无几了。按照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下去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面临无所可用的问题。航母阻拦索没了，航母就变成了一艘普通的大船，我们国家3位一体的战队将受到重大影响，这可是关乎国家大计的事情。现在我不想听其他的借口，只想问你要一个答案。真不是我们造不出来，我们所的专家已经在这个领域苦心钻研多年，只要给足时间，那肯定是能造出来的。现在由于西方的各种技术壁垒，我们只能一项一项的自己去突破，速度自然慢了。当年咱们的前辈就没有技术壁垒吗？他们甚至连最简单的技术都没有，还不是一样造出2弹1星了？为什么到咱们这就不行了？周所长真不是故意为难你们，我们每次去找霸国那些卖阻拦索的企业谈合作，对方给咱们多少窝囊气，你自己也亲身体会过。这样，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，多久能迭代出市面标准的航母阻拦索？我也好向上汇报啊。过了好久，周毅才憋出了一个数字：10年。再给我们10年的时间，我保证能研制出跟外国一样质量的航母阻拦索。10年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一旦这10年里发生战争，需要用到航母了，我就问你怎么办？划船过去跟敌人打吗？圣死守，或许我能解决你们的问题。